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我们今天来太平山旅行，上午造访茂兴怀旧步道，下午要继续造访剑琴怀古步道。这条步道是世界知名，可能也因为太有名，所以原本剑琴怀古步道入口的小型停车场不敷使用，现在已经封闭了。另外，在这边建了一座大型的剑琴停车场。那从这里走到剑琴怀古步道入口，大约1.3公里，在公路旁设了一条观云栈道。那我们就从这里出发，走到剑琴怀古步道的入口。出发了，从剑琴停车场走出来，前面就是太平山公路，右边往太平山庄。观云栈道的步道入口就在对面。观云栈道，栈道就在公路旁。快下午2点钟了，今天太平山还没有起雾。前面有观景平台，这边的海拔高度已经超过1900公尺了，差不多走了20分钟，我们抵达剑琴怀古步道的入口。剑琴怀古步道入口，这里现在不能停车了，必须停到剑琴停车场。剑琴怀古步道，这条步道也是昔日太平山山地线的运材轨道。不过因为后段崩塌，目前步道全长只有900公尺而已，大约20分钟就可以走完。步道虽然只有900公尺长，2014年入选全球最美28条小径之一。进入剑琴怀古步道。剑琴怀古步道因为是昔日的山地运材轨道，所以非常的平缓好走。今天天气不错，不过上一次来的时候，迷雾森林的景象也是别有一番风情。这里有简介：伐木时期的剑琴线运材轨道，原长5.5公里。2004年整建为剑琴怀古步道，原本还有2.35公里，不过后来后段崩塌，现在就只剩下0.9公里而已。这是剑琴怀古步道著名的地景，昔日铁道是木头的支架，越过溪涧。旁边有小溪涧，这是最美的路段之一。铁道桥下，这边有山泉水。全球最美的步道之一，果然名不虚传。
前面这里有一棵巨木，是剑琴怀古步道途中唯一的一棵巨木。巨木老矣，旁边长出2代木了。这一棵应该是扁柏，因为树皮看起来比较粗糙，而且纹路比较深。台湾的块木有2种，扁柏跟红块。以前遇到生态导览员，告诉我一个最简单的区别方式，就是看树皮。红块的树皮比较细致，那扁柏的树皮比较粗糙。所以红块又称薄皮子、薄皮啊，扁柏又称厚壳子、搞卡嘎。记住这个特征的口诀就是红块就是红粉佳人，所以皮肤比较细致；那扁柏就是粗犷的男人，所以皮肤比较粗糙。这个口诀是我几年前在参观七兰神木园的时候，那边的生态导览员这样子告诉我们的。所以路旁这一棵应该是扁柏，树皮比较粗糙，而且纵纹比较深。这边有一座拱桥，记得当年走吊桥时，这边起雾，仿佛漫步在云端。不过今天没有云雾，这吊桥非常的摇晃，是绳索吊桥。800公尺，第2座吊桥。旁边原本有步道，不过现在崩塌了，所以只能走吊桥。前面就是步道终点了。那我们就在这边原路折返，从剑琴停车场走到剑琴怀古步道的终点，大约花了1个小时。当然是因为风景漂亮，所以沿途流连。回程可能就快一点了。回程差不多走15分钟而已。我们回到剑琴怀古步道的入口了。进入观云栈道。回到步道入口，我们回到剑琴停车场。我们今天下午的剑琴怀古步道之旅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